哎呀，朋友们，我老公给我爸过62岁生日，过的全是死亡元素。我们邀请我爸生日当天从铁岭坐火车来到北京，跟我们一起过生日。大胖媳妇呢就一直在精心准备给他老丈人的生日礼物。他最近买了一个大鱼缸，然后他呢就把里边最美丽、最闪亮、最贵的一条鱼赐予了他老丈人的名字。这条鱼叫雅莹，跟我说：“你看我这礼物准备，别的鱼都几十块钱，雅莹250，雅莹也来。雅莹看着雅莹在海水里，无忧无虑的游，多么好的礼物！而且大胖媳妇还给鱼缸里的每一条鱼都起了名字。结果我爸不就来北京过生日了吗？我爸到俺家楼下进电梯了，大胖媳妇一看进电梯了，赶紧把鱼缸的灯给关了。他想的特别好，就搁那拿遥控器等着摁灯呢。结果我爸一进屋，大胖媳妇咔嚓一摁灯，鱼缸啪亮了，里边一只鱼被吓着了。那个鱼吧，平时就是后边是鱼鳍，光滑的鱼鳍。那天那灯一亮，那鱼大惊吓，所有鱼鳍都变成大刺儿，咔咔咔咔，后边全大刺儿。然后那鱼就咔一下就把他旁边游的那条鱼给扎死，而那条鱼就是雅莹。我爸一进屋，行李还没放下呢，大胖媳妇完了，雅莹直眼了。给我爸整一愣，我爸说咋的了？我咋的了？大胖媳妇说这条大鱼它叫 Jamie， 就是我刚才被吓着了。我害怕，我在这事儿，我跑远了，我咔咔。然后这大胖媳妇就拉着我爸呀，就聊这个雅莹没的有多惨。然后在晚餐之前，我还特意教了大胖媳妇几句给老人过生日时候说的吉祥话。他给我爸说，那学的也是稀巴烂。祝你福如东海，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是什么？你现在福如东海，长流水，腐乳好吃。什么腐乳？腐乳黄色的豆腐，你吃的是臭腐乳。臭腐乳长海，长有水。还有一句，寿比南山不老松。谢谢，谢谢。他说也给我准备了个礼物，我可怕了，我指定了要函数白蛮腰繁花限定礼盒，这才是送到点子上了，颜值杠杠的，美白大佬成分给咱们有效白白，暗沉长斑啥都不用担心吧，温和不刺激，一套用起来小脸白嫩透亮的。我爸说，你说我过生日，你净整这些不好听的话，这马上过年回铁岭了，咋整呢？你二虎吧唧的。大胖媳妇说，哎，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今年过年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都来，那是2虎吧唧乘以3，6虎24级，6虎24级。我爸说，那你就不能教教你爸你妈吗？过年来了说点好听的不行吗？大胖媳妇说，我教了，去年龙年我就是上网查的关于龙的成语，手把手教的我妈。今年我也是这么做的。然后我的公公婆婆还给我打来了视频电话，给我好好展示了一下这3个外国人精心排练了10多遍的来铁岭要说的吉祥话。祝你在新的一年里，我现在就被钢琴要会就像将万里揣着干呀，一朝被蛇咬，一朝被蛇咬，这样他身上。这外国人怎么处理亲戚借钱这个难题？他出其不意的处理方式非常值得大家学习。俺家外国亲戚这2年贼爱借钱，是我隔一层的表弟，就是表弟，也不知道这2年是沾染了什么东西，管俺家好多人都借过钱了，也不还。我妈就提醒我11你们回来，整不好管你们借。那大胖媳妇虎了吧唧的，我得提前打个预防针。我说这个人啊，如果单独找你，你都别等他张开他的嘴，你上来先说自己穷，别给他留机会，你就往夸张了说，你就说你工资不够活，你媳妇买房没钱挪，翟耀达爱炒股，张拿铁爱赌博，爱人垃圾吧，就卖惨，懂不？他说行，我记住了，但这人是谁呀？我当时就英语水平在那一刻也懵住了，我就想，你说这远房表弟怎么说呢？远就是 far away 表弟就是遥远的表弟嘛，差不多意思。大胖媳妇说明白了，我知道那个遥远的表弟。然后放假了，我们就带着探险社干干爽爽回家了。回到铁岭，我的 far away 遥远的表弟欠太多人钱了，压根就没敢来，我心就放肚里了。我没想到人家大胖媳妇认错人了，冲着我那无辜的正常表弟一顿哭穷，给我表弟彻底哭懵了。吃饭间隙，大胖媳妇突然过来给我按摩，借按摩的动作偷偷在我耳边说，现在吧出现一个特殊情况，我这穷哭的可能有点太真了。你表弟刚才借我1万块钱，我说发生了啥呀？他说你不让我哭穷吗？我哭的老真实了，我自己都觉得我穷的可怜。你表弟1分钱没敢管我借，直接支付宝给我打1万。我说啥玩意儿啊？他说你不是说就他瞎借钱吗？我说那个是 far away 表弟，遥远的表弟。他说对呀，他在深圳工作嘛。那这桌另一个表哥在沈阳，那他肯定不遥远呢。大胖媳妇说那我现在就把这钱还他呗。但是我呢又不太想让所有家人都知道我没事在家跟我老公偷偷说那个表弟的坏话，所以我说你一会儿不是要跟我这个表弟去搓澡吗？你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误会解释一下，然后你把钱还他。我来姨妈就不去搓澡了，正是多的时候，没看见吗？我随身携带太阳社，深藏不露，吸收量大不侧漏，直接吸到底，表面干爽很有实力，出门穿着不闷热，没啥存在感，包装人性化，开启之后可密封，卫生又方便。然后他们就去搓澡，我表弟搓完澡去汗蒸房了，大胖媳妇搓完澡奔着汗蒸房就去了。进去之后，大胖媳妇朝着一个跟我表弟身材很像的东北大哥就骑上去了。干啥呀？那大哥一顿挣扎，你干啥呀？
大胖媳妇跟人说，别吱声，我是你姐夫，姐夫错了。人大哥好像本来就点了按摩，但是没想到技师这么沉，大哥继续挣扎。什么玩意儿？谁是我姐夫？大胖媳妇，我就是你姐夫，别吱声。1万块钱我现在转给你，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大哥居然不挣扎了，大哥确实也想听听为什么。这时候我表弟进屋了，大胖媳妇发现错了，太尴尬了。大哥还问他呢，来，你告诉我为什么？大胖媳妇灵机一动，假装自己是按摩技师，你忙一忙，赶紧滚！ OK。跟大哥说，那个我按完了啊，来看一下手牌，看一下手牌。然后蹭家就跑了，还问我表弟呢。哎，你咋跟他长一样呢？结果好巧不巧，洗完澡出来，在楼下等车的时候又碰着大哥了。大胖媳妇再一次陷入尴尬，这回更尴尬，咋整呢？他又灵机一动，那只有继续装工作人员了。这个情人节，大胖媳妇把我坑了，我婆婆把我公公坑了。我的婆婆温迪19号落地，北京 China， 还给我家备了一份大礼。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本来没有这个预算，结果临近情人节，又是他俩什么结婚多少年纪念日，我公公送了我婆婆一个美丽的蓝宝石大戒指。然后我婆婆呢，正愁着要来中国要买礼物，这钱从哪出呢？这不就出来了吗？就把我公公送的戒指给卖了600刀。我公公一听都没生气。行吧，卖了也就卖了，但是这个卖这600刀，你能不能就别抠搜搜的，给彩玲家人买个好点礼物，不行整个鹅啥的。我婆婆说好，我去看一看。结果呢，在去买大鹅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小瓷器店在打折，她驻足了。最后呢，我婆婆给我妈买了个碗，花了65刀，但人很有原则性啊，剩下535给我公公退回来了。我公公看了大受震撼。你从 Canada 到 China 给 Chinese 买了个 China， 你有毛病啊！而且还是一个，就连我都知道中国人买东西喜欢成对买呀。我说不瞒你说呀，温迪，那个碗我妈有一模一样的。我跟你说不可能啊！那个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瓷器都是世界唯一，别人都是买不到的。我说买是买不到，我妈是交满1年物业费给的，给4个。我婆婆说好神奇啊！你想想，一个加拿大的艺术家和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做出了同一款设计。我说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maybe 他是一个艺术家，祖籍在景德，base 在义乌。他说那我花了65刀，是加拿大的贵。我说那个应该是加拿大的税，有其母必有其子啊！情人节我又被大胖媳妇给算计一把，就一到节日啊什么纪念日他就抽。我今年就跟他说，我说咱俩谁都别有压力，设置上限，设300块钱，谁也别超，这样就谁也别有压力。他老高兴了，说行没问题。我一想说300块钱给他整个假发啥的不挺好吗？然后他也开始一天神神秘秘搁那准备礼物。结果呢，1周前翻换季衣服时，我在衣柜深处发现了一个盒，是一个看着挺高档一美容仪。我就想哈，这玩意儿也不是我买的，到底为啥被藏在了这儿？我就多心了，我寻思难不成这就是他超支给我买的礼物啊？蜜光嘛，我知道。然后我怕自己掉链子，一着急反手给他买了个 PS5。结果我还搁那跟我同事嘚瑟呢，我说你们姐夫这回挺大方，他给我买这个挺好，我也给他买贵的。我同事一听面露难色呀，最后实在憋不住了，跟我说姐，你说那个美容仪是蜜光给咱寄来的产品，让咱试用，俺们都用2多月了，而且收着产品俺们就给姐夫了，咱不知道为啥他没给你，你咋还当成他给的情人节礼物呢？人他们都用了2多月了，来，你过来，来，你看我同事下颌线、法令纹、眼纹都 amazing。蜜光这个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皮肤设计的深层设计。哎，你咋比我白这些呢？你出去，深度能达到皮下3毫米，所以效果更好。而且它有2模式，早上蓝灯去水肿提拉，晚上红灯淡纹抗老。一台机5个功能，性价比老高了。你出去吧，性价比老高了。但是同事们，我就在想哈，那如果蜜光不是我的情人节礼物，那我为啥还搭进去个 PS5 呢？没买这个，说不定给你买更好的了，别担心。这是我的情人节礼物。要干嘛？这是谁？爸爸。这是谁？妈妈。你咋看出来的这是妈妈呀？你为啥不直接把我 P 掉呢？把你 P 掉，剪的我跟大哥不行，你喜欢吗？那是大哥，那是爸爸，那是爸爸，那是妈妈。